支持多种连接模式的飞智黑52 Pro 游戏手柄，咱们开箱拆解。4枚自定义备件，内置3轴陀螺仪，支持体感操控 ，ALPS 阿尔卑斯大摇杆，支持多平台，蓝牙 2.4G 有线连接。手柄手感蛮重的，蓝牙接收器，大概2米长的 Type-C 连接线。接着看手柄，2枚摇杆，中间有金属耐磨环，顶部2枚按键和左右扳机按钮，背部4枚自定义按键，开关，可以自定义颜色的 RGB。它的多种连接模式 ，Switch 模式、蓝牙模式，可以直接连接手机。2.4G 模式，可以通过 USB 连接电视，非常的有感觉。然后是安卓模式，最后还可以有线连接。功能看完，接下来咱们拆解，顺便把手里这台 Switch 手柄也拆了。首先是飞智，底部6颗螺丝，上面有电池的支撑泡棉，4枚按键，按键上面还有一个小缓冲胶垫，2枚非对称式振动马达，这面偏心轮小，这面偏心轮大，给它一个3伏电压，非常的震。然后是开机按键，拔下电池，拔下 3.7 伏锂电池，650毫安时。左右扳机按钮，键程很长，手感非常的舒服。主板拿出，顶部是一颗 Type-C 充电口，然后3颗 RGB 多色彩灯，往下是一颗节理的蓝牙芯片，连接着蓝牙天线，再往下是一颗 USB 驱动芯片，拔下按键，还有一层阿尔卑斯的摇杆电位器，非常的灵活。当你上下推的时候呢，这颗滑动电阻会跟随转动；当你左右移动的时候呢，这颗会转动；当你右上或者左上的时候呢，2颗滑动电阻同时工作。右面是它的主控芯片 CH547L， 12颗排针连接下面的小板。扳机按键，下面有复位弹簧，连接控制着帝国的扳机电位器。接着拆上壳，按键导电胶，这组金色的方向按键呢，中间是一层软胶垫，非常的薄，上面还有5颗 LED 以及 Y 键。最后是左前和右前按钮，上面依然有缓冲胶垫。飞智的结构看完，做工蛮精细的。接下来咱们快速拆解 Switch。手柄盖，电池1300毫安时，排线连接前面的按键板和主板，同样是贴片按键加导电胶按键，按键板非常的薄。顶部4枚按键，这个没有线性扳机按键。看它的主板，首先是键帽，同样是2枚 ALPS 阿尔卑斯大摇杆，下面是2颗线性振动马达，然后上面 Type-C 充电口， ST 意法半导体的单片机，往下 CYW20734，通过半岛小新查询呢，是一颗英飞凌的射频微控制器，背面电池触点。2款游戏手柄相比呢，做工质量都很不错。Switch 的电池呢更大一些，振动器呢更先进一些。飞智的游戏手柄呢功能更多一些，按键呢也更多，特别是多了一个扳机电位器。大家更喜欢哪一款呢？